用占星术揭开事物的神秘面纱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星象探世界。你有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：用占星术去投资股票、买基金、炒加密货币，到底能不能赚钱？打开社交媒体，有人说自己靠星盘成功逃顶，有人说土星过境2宫，因为一次错误的投资亏掉了半年工资。在绝大多数人眼里，用占星做投资就像是玄学与科学结合的魔法。无论是股市的轮动、大宗资产，还是虚拟货币，相信大家都有太多的关切。我的结论是，占星术确实能帮助盘主赚钱，但不是大家以为的那种算一卦明天股票会不会涨的方式。今天这期视频，我会把占星与投资的底层逻辑拆解清楚。面对波谲云诡的市场，你究竟该在哪个节骨眼上参考星盘？在什么时候该相信自己历练出来的商业直觉？又在什么时候必须把眼光死死盯在传统的金融指标，比如 K 线、成交量和财报上？看完这期视频，你对财富和宿命的理解或许会上升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。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：一个人天生适不适合做投资？市面上无数的理财课、技术分析教程，还有像宏观经济学，都在告诉我们，只要你掌握了 K 线形态，学懂了财务报表，搞清楚了央行的利率政策，你就能在市场里如鱼得水。这种观点听起来很励志，但现实却很骨感。同样的 K 线走势图摆在100个人面前，你会发现，有的人敢孤注一掷重仓出击，有人却看着红红绿绿的屏幕瑟瑟发抖，有人能在一只潜力股上坚守3年，有人却3天就因为一点波动焦虑的睡不着觉，转头就把底仓割了。为什么即使学到了同样的知识，结果却千差万别？因为你的投资决策本质上是由你的心理防御机制和性格内核驱动的，而这一切其实早已被写入了你的出生星盘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投资基因。在占星学里，第8宫被称为偏财宫，它掌管的不只是遗产、税务、债务，更重要的是他人的钱、风险投资、金融工具带来的收益。如果你的星盘里第8宫被激活，比如有行星落入8宫，那就说明你先天就带有偏财体质。比如说水星在第8宫，如果你有这个配置，那恭喜你，你自带一套极高效率的交易驱动引擎。这样的人对市场信息有着近乎本能的嗅觉，他们不需要像传统教科书那样去死磕每一份财报的细枝末节，而是擅长捕捉市场的潜台词。当市场表现出一种看似平淡的异动时，别人看到的可能只是噪音，但水星8宫的人就像是装上了雷达，能瞬间嗅到风向的变化，精准捕捉到那一丝即将到来的波动。他们天生适合做短线甚至高风险的波段交易。我曾认识一位职业外汇交易员，他就是典型的水星8宫配置。在一次深度访谈里，他告诉我一段很有意思的话。他说，我做交易最让我沉迷的时刻，并不是账户金额增加的那一秒，而是当我准确预判到市场即将变相，而世界还对此一无所知时，那种信息差和掌握局面的快感。这就是水星8宫天赋的最好注解。对他们来说，交易不是枯燥的数字计算，而是一场烧脑的智力游戏。他们的直觉，他们对消息面的过滤能力，是他们在这个残酷市场里的核心竞争力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是这种配置，那么你的天赋就在于这种闪电般的决断力和对趋势异动的极致敏感。还有比如像是土星和冥王星在第8宫，这是完全不同的风格。可能盘主在投资上开悟的比较晚，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亏过大钱，然后才真正学会怎么管理风险，但一旦学会，就会极其稳健。像土冥8宫的人就不太适合短线博弈，但他们有惊人的耐力和纪律，这是任何技术分析手段都无法模拟的。对于这类盘主，就别去学别人做短线的快进快出，因为频繁的波动交易不仅发挥不出你的长项，反而会因耗损而磨灭你的优势，你最顺遂的财富路径
是去投资那种需要时间发酵的资产，比如坐拥不动产带来的稳定现金流，通过国债与高等级债券锁定确定性的利息，利用复利效应让红利进行时间的滚雪球，或者是布局大宗商品与黄金这类跨越周期的硬通货。所以占星术首先能看清你的哪一种投资者，这是它的第一层价值。通过占星能反映出你跟某个投资工具有没有缘分。有些人的星盘天生和黄金合拍，有些人跟科技股有缘，还有人更适合做债券。好，那么当你知道自己是什么类型的投资者以后，新的问题来了，你有投资天赋，不代表你每年每月都能赚到钱。这就要讲到占星投资里最重要的概念——运势。占星学里面看运势有很多技法，最常用的就是行运。简单说，行运就是天上行星现在的位置，跟你的先天的命局形成了怎样的互动。很多投资者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一种错觉，认为只要技术指标够硬，财报有分析，就能旱涝保收。但真相是，当好运的星象行运降临时，哪怕闭着眼在牛市里买入，资产都能翻倍。而当坏的行运笼罩时，无论对那只股票了解得多么透彻，市场总有千百种方式让人亏损。这不是投资策略出了问题，而是运势的时钟跟市场的节拍错位了。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案例了。一个基本面研究得非常透彻的人，土星过境他的太阳的时候冲进市场，连续止损3次，心态崩了。3个月后土星行运过去，同样的股票翻了1倍，他什么都没做错，只是选错了时间入场。这就是占星投资最核心的价值，它教我们什么时候该进，什么时候该退。很多人应该有感觉，投资最重要的地方就是时机。比如说，有客户问我能不能买黄金、买特斯拉或者英伟达，这些都是代表了安全，代表着未来的生产力的优质资产。我的答案是都可以买，但决定你收益多少的是你买入和卖出的时间点。因为投资的逻辑就是这样，就算投资标的很好，操作时机错误，依然无法获利。如果一个人正处于偏财运低迷的流年，星盘会通过他的方式来提醒盘主，要么是某只股票起飞前的踏空，要么是面对利润回吐时产生了犹豫不决，错过了逃顶的最后机会。很多决策都是需要一刹那去判断的，最终让盘主应验了流年里关于偏财低迷的预言。那么除了个人的投资天赋和偏财运，还有宏观环境的变量也是我们需要纳入考量的。这里我们就需要借助星象。你会发现一个重要的规律，星象它是全球性的，星象的波动从来不是只针对你一个人。比如像是土星的换座、冥王星的移位，还有木星与土星壮观的合相周期，这些大天象的影响力是全球性的，它们直接重塑着整个时代的财富逻辑。当占星师在观察这些星象时，其实就是在俯瞰整个时代的河流走向。我一直认为，小财靠人，中财靠市场，大财靠时代。只有读懂了顺应天道的大周期，你才能在财富的洪流中真正做到顺势而为，盆满钵满。当你学会将个人的行运置于宏大的时代星象坐标系中去审视，你会发现，所谓的投资不再是与 K 线的苦苦搏斗，而是一场关于时机把握的优雅艺术。但光看天象还不够，因为同样的星象在世界上不同地方、不同国家表现出来的形式完全不同。星象是全球性的，但它在地球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，这就需要运用到另一个技术——地理占星术。地理占星可以把一个国家的星盘，像是建国盘、宪法签署盘或者当代领导层盘，跟当前天象做对照，判断这个国家未来的运势走向。还有比如像是日月食，也会产生不同国家地区的影响。每年总有几次食相落在特定地区位置，会引发该国货币、股市或房地产的短期剧烈波动。它的作用是曝光，把隐藏的问题暴露出来。
比如像是2024年4月的日全食横跨北美，美国经济在那前后发生了显著的变化。所以这套星象和地理占星的组合拳，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捕捉到目前的红利是什么，以及集中在哪些国家和地区。这里呢，我要讲一个用占星投资中最容易踩的坑。很多人找我看盘，一上来就想知道明天这只股票是涨还是跌。我会直接回答，占星术做不到这样的预测，而且这个问题从逻辑上就问错了。要知道为什么，我们需要理解投资的本质，为什么市场是无法被预测的，尤其是短期的市场波动。如果世界上真的存在一种预测，可以100%精准判断股票涨跌，让所有人都赚钱，那么股票市场反而不会存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股票市场之所以能够运行，就是因为每个人对未来价格存在分歧。有人觉得会上涨，所以买入；有人觉得会下跌，所以卖出。没有分歧就没有交易。尤其是在几分钟、几小时，甚至1-2天这样的短线市场里，一家上市公司的内在价值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，它没有推出革命性的新产品，也没有突然多赚数亿元新利润，企业本身并没有在这一瞬间创造新的价值。但交易却发生了，有人买进，有人卖出，有人赚钱，就意味着有人少赚，甚至亏钱。从短期交易本身来看，更像是一场财富的重新分配，而不是财富的创造。但如果你把视角拉长，逻辑将发生根本性的质变。当你选择持有一只优质股票3年、5年，甚至10年时，你已经彻底退出了零和博弈泥潭。这时候，你不再是与市场里的对手博弈，而是在与一家企业进行深度的价值合伙。如果公司在扩张，在创造真实的社会价值，在不断提升它的盈利能力，那么你持有的股份就会随之升值。这就是所谓的正和博弈，企业在创造财富，而你作为长期股东，是在享受这份财富增长的红利。这个时候，占星学的价值才真正显现出来。它不再是去猜测明日 K 线，而是通过卜卦占星、行运，或者是前面我们解读的星象与地理大势，去评估某家公司的长远前景，去审视你与这项资产的契合度，以及你是否拥有能够跨越周期、坚定持有的财富心性。毕竟，在正和博弈的长线赛道里，比拼的不再是反应速度，而是格局、视野与对趋势的终极理解。但是这里面有一个疑问，长期究竟是多长？市场的顶部在哪里？这没有人知道。决定投资收益的变量很多，入场时机、标的选择、宏观趋势的判断、你的原始积累与交易执行力，这些是命盘、运势、认知、人性与市场周期共同作用的结果。占星术的价值不在于预测具体涨跌的，是用来辅助看清市场势能和你自己的投资节奏。有这层认知，你才是在市场里面理性判断，而不是赌博。市场本身就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，没有任何一种单一工具能够长期、稳定、精准地预测它。占星也是如此，它也有自己的适用范围。在占星学里，有一个分支叫做卜卦占星。我曾经尝试过用卜卦占星来预测过市场的涨跌。卜卦占星是根据提问的时间和地点起一张卦盘，从卦盘去解读答案。但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是，理论上全球不同的投资者可以在不同的时间、不同的地点问同一只股票的涨跌，但得到的卦象可能完全不同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卜卦盘反映的其实不是股票本身，而是问卦者和这只股票之间的关系。所以很多来找我的客户，我一般不建议问某只股票会涨吗，而是改成我能不能通过投资某只股票赚到钱。第一个问题，如我们刚才讲的，短期涨跌是零和博弈，是无数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，占星无法回答。而第二个问题则不同，它是把你和投资品联系起来，看你们之间的互动。
卜卦盘可以告诉你，你在这个投资品上有没有财运，值不值得投入，有没有潜力。好了，我们来做个总结。用占星来投资到底能干什么？首先，它能帮你认清自己的投资基因，你是擅长短线交易还是长线配置者，越懒越赚钱？你适合高风险还是低波动？第二，帮你判断时代的大趋势，你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时代？这个时代的红利行业是什么？大财靠时代，占星就是帮你识别这个时代的说明书。第三，它能帮你看清你和某个投资标的的缘分。你问我能不能通过这个股票赚到钱，它不是预测明天的涨跌，而是判断这个方向上你有没有机会获得财运。那占星不能干什么呢？它不能预测短期价格波动，短期的涨跌是零和博弈，是信息、情绪和资金的混战。占星在这方面无能为力，它不能替代基本功。投资所需要的基本面研究、技术分析、仓位管理、止损纪律，这些东西一个都不能少。占星是给你一个方向感，不是帮你开自动驾驶。我经常跟我的客户说一句话：占星定方向，基本面选标的，纪律保执行。这三样东西，占星只负责第一样，但也就是这第一样决定了你的资金会流向哪里，什么时候该出手，什么时候该收手。最后回到本期视频开头的问题，用占星术投资可以赚钱吗？我的答案是可以。占星可以帮你更了解自己，了解时代，以及你在市场中的位置。当你把这些搞清楚了，财运自然会到来。好啦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如果你觉得有收获，记得点赞和关注，也可以向我预约咨询你的财运。我们下期见啦！